上蛇年最早以及最诚挚的祝福，也感谢我们今天第一批接待我们观众的我们的珠影飞扬影城翻译天河城店，谢谢我们的影城给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然后我们工作人员辛苦了哈，这么早就开始为我们今天的见面会做准备。所以各位朋友们，看完电影之后有没有想分享的愿望？有吗？有。已经发了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豆瓣、猫眼、淘票票的举手，我看一下。我不信你们所有都发全了。今天我们作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第一批观众，务必帮我们在每个平台上多做一点分享，可以吗？对，首先呢，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哈，我们今天是一个映后的见面，会有一些时间跟大家做交流，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记录。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各个平台上，包括像淘票票、猫眼呢，为影片打分。另外呢，还有微博、朋友圈、抖音、小红书，然后各大平台也都接受大家点评和指导。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带上一个话题，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来谈一谈对我们这部电影的感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好好等待一下了哈。大家觉得电影好看吗？好看。10分打几分？10分。这个打了10个10分哈。谢谢，另外90分留给我们继续努力哈，谢谢大家。今天呢是一个特别意外的惊喜，所以呢，待会儿大家呢，我相信你们的手机就会举起来，双手都会站着，但是你们嗓子不能闲着好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双手鼓掌，让我们用尖叫声来弥补我们今天对现场的一个感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准备有请了，有请我们的各位电影的主创登场，掌声欢迎徐克导演。徐导好，欢迎我们的总监制傅若清，李贤主演肖战，张亚飞主演张文兴，欢迎各位。好的好的，哎，尖叫声没有听见。好，谢谢我们各位主创哈，我们的总监制也在赶来的路上。今天是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首先呢，我们要请导演带着您的天团射雕天团跟大家能不能用粤语来拜一下年呢？粤语，好的好，练习好不好？可以是吧？可以。谁先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万事如意。文兴，大吉大利。哇！导演。我不能不讲好的广东话是吧？万事勝意啊，恭喜發財，四季平安，龍爭虎猛，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谢谢，票房大卖，谢谢。好，谢谢。刚刚呢，用这个广东话跟大家拜了个年，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正式用角色，用我们的电影当中的身份给大家打个招呼了。先请徐克导演哈，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你们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批观众，谢谢你们这么早来跟我们一起一步江湖。我希望这个戏给大家留下很强的自信跟浪漫，给大家留下一个往后很多年的一个深刻的记忆。谢谢，谢谢导演，往后余生皆记住今天哈。好，来肖战。大家过年好，我是肖战。非常激动，这是新年的第一天，然后也是第一场，你们也是我们迎来的第一批观众，所以特别感谢大家在新年可以第一时间来观影，也希望我们的电影可以带给大家新的一年有好运福气满满吧，谢谢大家。谢谢肖战的祝福，来达飞。大家好，我是钟大飞，在电影中饰演黄蓉。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第一批观众，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新的一年顺顺利利，万事如意，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跟身边的朋友们推荐我们的电影，谢谢。谢谢达飞。来文心，
大家好，我是张文欣，在电影中饰演华筝，这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然后非常开心，在新年的第一天见到各位，希望新的一年大家事事顺利，谢谢，谢谢。我观察我们各位演员啊，包括徐克导演，其实今天心情都是比较忐忑的，因为各位是8点12分。是中国第一批看电影的观众，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最亲切的一批观众。导演今天上映第一天见到第一批观众，此刻的心情如何？心脏砰砰砰。我心脏当然砰砰砰了，不砰砰砰。狂跳，我的意思是。我谢谢大家，我们一起为中国电影加油。希望你们都很喜欢《射雕》，因为《射雕》是一个很有感情。很有这种这个力量的一部电影，所以如果这部电影是让大家很感动而且很喜欢的话，请大家多点谈这个电影，跟朋友推荐一下，谢谢。让我们用你们看后的掌声啊，来告诉我们的主创电影好不好看，好吗？谢谢。看完电影之后，大家情绪很激动，因为我们熟悉的《射雕英雄传》在徐克导演的再度创作之下，又搬上了大荧幕。但是呢，我知道了解徐克导演的朋友都知道，徐克导演是以一种飘逸的这种武侠风格著称的。但这一次在《射雕》当中，我自己看完之后，我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我觉得他讲的是我之前在《射雕》当中比较忽略的一段故事。这个的确是老射雕的朋友们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他在这部电影当中又把本身郭靖、黄蓉这一批江湖侠士，他们身上的民族大义和厚重感又展现出来了。不知道徐克导演为什么会在《射雕》的新创作当中把这一块的故事展开来谈？您的考虑是怎样的？其实我一直觉得金庸先生小说是很多空间给我们解读，而且特别是这么多年来啊，他是1957年写这个小说，这么多年，每个人都去解读他的小说。其实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就我这一辈啊，因为挺长时间的这一辈，经过看过很多不同的版本之后，我们心中有一个想法，希望在某个地方把它放大，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整个小说里面最高潮，就是侠之大者。怎么样把这个？因为我们看《射雕》就没有想到这个侠之大者这个突出的一个主题吧。现在我们把这主题放大之后。面对这个主题，我们讲这个故事，而所有里面的郭靖、黄蓉、华筝、大韩、托雷、李平江南七怪，所有的人都是在我们戏里面的侠。所以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侠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要记住它，我们都是侠。我们就是侠，我们是生活当中的侠。然后我觉得，其实电影当中的这个场面分很多种哈。然后我觉得最后一段的这个郭靖和欧阳锋的这个大战拍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我看完之后手心都是汗。要问一下徐导哈，这个大战的这个拍摄，您为什么会着重在这一块的琢磨？因为国靖离不开这场戏。要捍卫这个边城的那个战役里面，一个有武功的人他会怎么样？一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那会武功人在战场他会使出什么招式，能够对付这么多兵啊，这么多这个弓箭啊？所以我很想把这场戏给拍出来。所以也就是我们借助西毒跟国靖的那个对战里面，把这场戏。露出它的一种很特点的一种设计，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因为武侠小说里面都是虚构的嘛，然后里面还有真实人物，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挑战。我希望能做到这个挑战的好的分数。满分。徐克导演都说是个挑战啊，说明拍摄的过程当中真是极其用心。接下来问问肖战了哈，肖战演的郭靖这个角色，从一开始这个剧照播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像了，因为在这个整个形象上
作为肖战本人是努力的向这个角色去靠近了，包括妆造啊，包括听说你还有增重这件事儿是吗？哦，对，是。我也不方便问增重多少了，大概10到15斤左右，对。15斤左右哈，所以就是为了靠近这个靖哥哥这种憨厚的大气的形象。对，大气吧，我觉得是想让这个人物沉稳一些。对。但是刚刚导演也说到了，郭靖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核心，然后呢，在最后的大战当中，他是所有人的灵魂人物，但是他又是一个没有武器傍身的一个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一个没有武器傍身的郭大侠，你是怎么在大战当中发挥自己的这个功能的？就是这些戏、这些动作戏，在你的心中怎么去形成一种这种力量，让你去好好的去完成这个角色的？我觉得如果从角色来出发的话，是因为他练就的招式跟技法不需要武器。对，那如果从我演员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的地方应该是威亚的部分。威亚，对。导演都笑了，导演又回到了片场，是不是？因为很多动作是需要你在空中去完成的，所以对你演员的核心的要求比较大。这个核心除了身体的核心，还有内心的核心啊。没错。对，双核心。那我先说一下内心的核心，就是在郭靖在战场上，在整个的这个电影当中，他是侠之大者，他所追求的那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在你看来？侠之大者，我认为是为国为民。对，首先是要把家国情义放到第一位，对，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说的真好，掌声送给肖战。我觉得这几句话都有点像是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挂在肖战床头的一幅字，你一直心里想着这些话，在进入这个角色的，对不对？没错，刻在心里吧。刻在心里哈。刚刚说到威亚的部分，我们这个剧组当中还有一位威亚王者啊，除了郭大侠之外，还有蓉妹妹。我听说你吊威亚吊了很多次。对。怎么感觉现在还在威亚中没有被放下？忘了是吧？忘了，没忘。所以黄蓉这个角色，我觉得大家就小时候啊，无论是哪个年代的女孩子，都很喜欢黄蓉这个角色，因为黄蓉这个角色好像是心目当中最好的那个女孩子的样子一样。所以要问一下达菲哈，接到这个徐克导演对你邀请你来演黄蓉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不是，我刚开始以为被骗了，我怎么又听到了这个经典的传统故事？怎么？因为我一开始是接到别的就是一个姐姐的电话，然后说徐克导演要拍这个，找我演谁，然后我听我说谁，然后我跟我经纪人说，可能是你是怀疑徐克导演，不是还是怀疑黄蓉这个角色？不是，我是怀疑这事儿，怀疑这事儿啊。对，但我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和荣幸。可以有幸出演黄蓉这个角色，对，所以一上来之后，导演是怎么让你觉得我可以把黄蓉这个角色演好了？他有给到你哪些帮助和鼓励吗？其实导演就是在我看来，真的像一个领路人，像一个导游吧，就是他就是很明确的说，到哪儿，就每一个步骤，我不会特别的迷茫，我就只需要说去除我心里面的杂念，然后清晰的、清楚的跟着导演的步伐往前走，就可以了。然后在导游的指引下，这个蓉儿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然后我也想请达菲来分享一下哈，这一版的黄蓉在你的心里，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潇洒的女孩。其实我觉得自由、独立、勇敢、潇洒，然后坚定自己所坚持的一切，也不后悔自己做的任何的决定。那他在拍摄过程当中有给到你哪些比较具体的，你现在都很难忘记的挑战，或者说你自己在愉悦的一些东西吗？其实我觉得从开始训练，接触这个角色，对于我们3个人来说都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然后拍摄过程中，可能，我有的时刻我自己会起鸡皮疙瘩，就觉得那一下还蛮让自己震撼的。比如说，也可以说了嘛，大家都看过电影了，就是骑马相遇的时候，然后包括我们2个在马上面，然后看着整个城，然后那么多兵，那么多人，我觉得心里都还挺受震撼的。
刚刚达菲说可以说了吗？对，今天上映了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了新的黄蓉出现。然后接下来要问一下华筝公主，我们美丽的草原公主哈，文心啊，文心是第一次演戏，对对，那今天应该是你第一次做这样子的映后见面吧？是的。我刚刚观察哈，三位其实都有一点紧张，但是呢，文心特别紧张，文心双手捏住话筒来回的攥，对，挺开心的，挺开心的感觉是一次非常奇妙的经历。是作为第一次演电影的新人演员，然后也要问一下哈，徐克导演怎么就慧眼识珠找到文心的？我觉得第一步还是看每个人，里面藏着一个什么的内核里面性，跟他的感觉是一样。然后我就希望他们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自己。然后当我确认了这个不一样的自己之后，就尽量把它变成我故事里面的人物。所以如果用您的词儿来形容张文心和华筝公主之间的相似处的话，您觉得她跟华筝公主那个相似的点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在一个校园里面认识，然后出来社会发现社会很复杂，然后他们就朋友又是很复杂的关系，又是情敌啊，又是在特别是这个华筝背后，他的整个家族无论在各方面都影响很大。那黄蓉也是，黄蓉她的背景是她一个很可怕的老爸叫东邪，江湖上都没有人敢惹他的，所以他一定要逃出去自己生活。所以这两个人能够在这么复杂的背景里面相遇，他们是因为很容易变成好朋友，因为他们心理上都需要一种了解跟知己吧。所以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像可以，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可以做华筝。没错，我觉得两位演员的确有闺蜜脸啊。就如果说，你哪怕不知道他们演黄蓉和华筝的话，两个人看起来都是有气质相似的地方哈。所以在这个戏里面，大家也看到了女孩和女孩之间的那种非常美好的友情，那种很纯粹的女性之间的友情。那我还要问一下文心啊，就是也是一样吗？第一次接到徐克导演的邀约的时候，有怀疑这是一场？因为我之前参加过导演的训练班是接触过，对，然后后面导演说想见一下我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紧张，也很激动嘛，就是觉得导演能相信我，我觉得我非常荣幸。谢谢，就是现在那份紧张和激动应该可以稍稍放一下的，对对对，因为今天见观众了哈。那我也要问一下三位演员，刚刚达菲说导演像是他生命当中的导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词儿，但是我也想请问一下哈，先问一下文心，你觉得导演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导演更像是我的老师，对，因为我最初接触表演也是有导演就是带路嘛，然后到现在，包括在拍戏现场，导演都会给我一些指导和建议，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他是一个严肃的老师，还是一个和蔼的老师，还是班主任，还是教导主任，还是？我觉得都有，对，都有，就是既有亲切的一面，也有很严肃的要求很严格的一面。对于就是每一场戏会特别的严谨认真。好，那问一下达菲要补充一下吗？我就还是导游，领路人，领路人，对，领路人。好，问一下肖战哈。如果是我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就像洪七公跟郭靖一样，我觉得导演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时候就像洪七公一样，对于演员，对于他的弟子，然后他会亲情的去教导，然后呢，他也会很关心我们的情绪，然后其实导演有时候特别关心演员的情绪，就好比刚刚我们在后场的时候，导演跟我们说不要紧张啊，放松，对，
对，所以我觉得导演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这样吧，像气功一样的存在，亦师亦友的一个存在啊。所以导演，我刚刚忘记问您了，就是刚刚也问到说您选择华筝公主、选择黄蓉这个角色的考虑，那您是为什么会选择肖战来演郭靖这个角色？您最初的考虑是什么？帮我们复原一下。一样的。其实我只有见过2-3次谈话啊，谈话就是我就基本上就是去了解肖战到底他能不能够是国靖。那就一路聊天的时候，就发觉他的人的性格跟他的一些习惯，可以把它变成国靖。所以我这一块就是说，来吧，又考验一下，把肖战变成国靖。其实我觉得徐克导演真的是这么多年拍戏，对演员的认知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只要肖战在演郭靖之前，就是奶奶严选，对，外婆严选，奶奶严选，就是长辈最喜欢的那种男孩子类型，对不对？我没说错吧？对。所以郭靖也是一样的，谁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哪一个外婆奶奶不喜欢郭靖啊？你们的岁数好像也没有到吧？好，所以这就是刚好机缘巧合，命运当中就有这样子一次缘分哈。所以也特别感谢徐克导演能够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一块能够进行扩写，然后展现在大荧幕上。然后想问一下，徐克导演，除了这个侠之大者这4个字在您电影当中放大之外呢，您在电影的整个的拍摄，包括故事，包括人物上，您觉得您做了哪一些的变化和升级？也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金庸小说最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很浪漫。浪漫，对，很浪漫，因为它比所有东西、所有的其他的作品都，其他人家的别人的作品都很浪漫，所以特别《射雕英雄传》里面，就是郭靖跟黄蓉跟华筝这段感情里面，怎么样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浪漫是可以，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这点是我觉得很重要。如果这个浪漫做不到的话，这个侠之大者跟那个《射雕英雄传》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很重要，还是要把浪漫给强调。第二，我觉得武侠世界里面需要很多天马行空的幻想。可是这个天马行空幻想又加上我们有真实历史人物在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个虚跟实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很真实感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块是我觉得是《射雕英雄传》里面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浪漫于厚重兼存，然后虚实之间得侠义之大者啊！我觉得的确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好的武林、最好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样子。然后现在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现在看电影的，包括我们今天这场观众，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年轻的朋友，大家也在想，在现在的新的武侠电影当中，怎么去寻找和自己环环相扣的一个内核。我们先请3位演员来分享好了，就是各自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来分享一下，您觉得自己这个角色跟现在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内核、精神状态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如果是从我的扮演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作为一名年轻人，当然我是一名年轻人，你是必须是我觉得是需要向郭靖身上学习的是那种脚踏实地，然后非常务实的一种精神。我觉得这个是亘古不变的。对，脚踏实地，然后务实的一种精神。然后达飞，我觉得他是一个刚刚说过潇洒嘛，我觉得是一个坦率的，敢爱敢恨，然后面对像跟他一样的女孩子，敢去承认别人的优秀和去欣赏别人的一个女孩。那他跟现在的观众，你觉得在现在生活的这种上班族的年轻人当中，女孩当中，有没有像黄蓉这样子的人物啊？我觉得肯定有。特点是什么？我自己听徐克导演说他是一个互联网人，我老觉得他在 IT 公司上班。互联网是因为他是丐帮帮主嘛，就他手下可能有就是了解各种各样事情的人。对，就是丐帮帮主，所以手下有一众教徒。对，小领导。OK， 小的领导拿捏住了啊。好，文心，华筝这个角色跟现在的当下的年轻朋友有哪些内核是相似的？我觉得他是
可能是一个非常洒脱的现代女孩，就是拿得起放得下，非常勇敢直接。对，拿得起放得下，勇敢直接。那问一下导演了，导演在3个年轻人身上，3个演员身上，您觉得这3个角色跟当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连接点是什么？我觉得3个都是理想人物。理想人物，对，郭靖是理想的这个对象啊。对象这是导演说的，是不是？王蓉也是啊，这个对华筝也是。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最精彩是他们3个在一起的时候，你认为应该谁跟谁在一起？没想到导演给我出这样一道题。就你有嘴会说。好。然后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都感觉到，他们每个人都很难得，而且很有性格。我觉得现在有这种性格的人，我觉得比较少，难得看到一个，大家都在模仿，互相模仿。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还是大家有自己的也有个性，然后3个人，我觉得如果认识一个，已经很幸运的一个。对，就人生值得哈。我觉得导演分享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让现在很多的观众哈，对于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在写影评的时候有更多的延伸。其实呢，大家看起来像是一部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电影，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诠释当代侠义的这么一部电影。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从电影当中看到属于自己精神的那一部分。然后我刚刚也注意到，其实电影背后有很多的彩蛋。在放映之后呢，有好几个彩蛋，我觉得好棒哦！我觉得彩蛋真的好精彩。所以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本来我一直以为郭靖他是没有任何的武器傍身的，但是在彩蛋里面，我看他射出了关键的那一箭哈。我想问一下，郭靖，我想问一下肖战，在拍你也可以叫我郭靖。对，问一下郭大侠哈，在拍摄这个彩蛋部分的时候，其实有2个部分，一个是射箭的部分，包括最后的那个打阵啊，整个的大战的过程，就是那个彩蛋部分，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拍摄的过程。对，可以说，导演。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我记得那个桥段是往天上射箭那一箭。对，那一箭其实，拍摄的时候我记得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我要跟那个机位一直对准，好像要对准那个机位的正上方，所以当时一直要 hold 在那个动作，在一个城墙上面。对，那个记忆特别深刻。对，臂力拉满。来补充一下，是我们其实完成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有所改动，所以我们加了一个彩蛋下去，刚好是他没看过，看过，其他2个都看过。其实那个我来说吧，这国靖射的是放信号，他放信号给，其实他埋伏在周围那个很多人，他放信号让他们进场这样子。我觉得导演剧透。看完了，我们现在就是说了已经嘛，看过了。只有一个人原来我们受伤，全场都知道，只有郭靖一个人不知道。看过，好开心啊，这种感觉啊！是的。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映后交流，我们给点时间给大家好不好？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观后感。然后我看到前排是有一位比较突出的哈，前排有一位先生哈，爷爷坐在了小姑娘们中间。我想听听看我们现场的观众的感受。哎，您好，先生您好。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还有徐克导演的这个导演的新片《射雕英雄传》，心里很感慨啊。徐克导演呢，富有创造力、想象力，而且有这个少年气。我看了影片以后，我感觉自己也年轻了不少。这个影片里头，肖战饰演的这个郭靖，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很喜欢徐克导演，
我的孙女儿呢很喜欢肖战，所以难怪你们是一家人呢。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影片，观看这个影片。我们也很期待，徐克导演有更多的新片问世，啊，那个满足全国观众的需求。谢谢导演，谢谢各位演员，谢谢叔叔，你也有个很好的孙女儿，带您一起来看电影哈，谢谢您。然后我看看还有，有小朋友，你好，一家人来的吗？好，哦，这是爸爸妈妈，然后 Hello 你好，小孩哥哈，你好，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忘了，看电影入神了，大家好，我叫吴丽轩。小吴同学，你好啊！讲观后感吧。电影太好看了。别激动。郭大侠，请说我一半。您的降龙18掌实在是太帅了，搞得我自己也想打几招。打！你会打吗？好，你是？你要打一招吗？你要打一招？教一下，你记得哪一招吗？要不然打一下？要不要？恐龙游回，掌声鼓励一下吧，妈妈说，他是这个就是，你要不然来吧，我们。不是，但是我也不是降龙18掌。没关系，我们有郭大侠可以指导你成为降龙18掌。我教你运一下气，好不好？好，让郭大侠跟你教你运一下气。这个运气哈，我觉得那个招式，那种稳如泰山的风格，其实还是要蛮好的，去研究一下的。你好，拜见郭大侠，你要拜见一下喽。那我们先运一下气，好不好？很简单，好吗？来。运到这边，对，想象你的手中有一个气旋，对吧？还记得吧？片中有，就这样就好了，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好，来，假装有一个气旋把它运过来，到这儿。好，怎么样？就翻身打出去。好，你学会了吗？学会了吗？背了。你要不要给这样？刚刚是那个郭大侠教你的，你到台上来哈，你单独 solo 一下好不好？还记得吗？好，来给掌声给弟弟。好，师傅来看成果了啊！现场验收。3、2、1，开始。要推出去吗？你这样，你别走，我们来一个全场的互动哈。郭大侠再和弟弟一块儿，我们发功的时候，所有的人要感觉到那个受到了功，好不好？要保护掌好吗？我们先往前倾啊，所有的人先往前倾，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45就往凳子后面仰就行了，不要伤到大家啊。好，来，郭大侠和弟子发功开始。2、3，走。降龙18掌。果然厉害啊！掌声送给弟弟，也送给郭大侠。你看武侠梦就是这么美好哈！我们用全场这样子的互动，然后让小朋友觉得武侠的世界是真的存在的，真的是有侠气这件事情啊。主要是我们让这个事情大家配合一下。对，如果不配合的话，这个武功就使不出来了。对，这就是小朋友的美好，因为小朋友应该他的年纪啊，他知道《射雕英雄传》，但是他在大荧幕上看到的第一个郭靖、黄蓉、华筝就是3位，所以你们就是他们这代人的郭靖、黄蓉和华筝。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3位演员和导演。一个美好的新的武侠时代的开始哈。刚刚说到武功，说到这个降龙18掌，那其实我印象中蓉儿的打狗棒，我也觉得很厉害哈。这个要问一下达飞，你在学习这个武功的时候啊，有没有经常打到自己？我觉得那肯定会。我笑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学的已经挺帅的，然后突然快打了一遍，就会有的时候打到自己头，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还挺搞笑的。帮主打到自己头不尴尬吗？
努力，我不尴尬，再来一遍就行了。有时候那个棒也会飞出来打到我们。郭大侠做了一个剧透哈，然后华筝公主在戏里面，我看有很多这个骑马的片段哈。骑马对于你来说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在上手的时候也是比较轻松的？我要分享一下。这算是第一次正式学习骑马，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蛮大的。包括到后面到草原上，其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有一些老鼠洞在，大家都要随机应变，所以会有一些非常小的洞，就是要避开它。骑马都要注意到老鼠的，所以就是骑的时候要当心一些哈。对对，好，其实这个今天我们是映后见面，然后我们电影当中有很多的角色哈，包括大韩，包括托雷啊，包括刚刚导演说的江南七怪、洪七公，还有欧阳锋等等等等。其实这所有的人才能形成一个大的武侠的江湖。其实徐导曾经说过，武侠是中国的摇滚乐啊，我对这个诠释，不是您说的，武侠不是摇滚乐，武侠就是武侠，武侠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浪漫跟精神。但是您说过，在拍电影的时候要怀抱着摇滚的心情、运动员的心情，那这是您给演员们的功课。但我觉得导演其实心里也有这两个灵魂在，才能够完成整部电影，对不对？我怎么突然就讲到摇滚去了？你还记得吗？其实是导演给我们演员的一个让我们快速的去找到角色的一个方法。对对对。那至于导演是怀抱什么样的，对，得问一下导演。我觉得摇滚歌手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跟他们的风格。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因为如果在这个故事里面，人物没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的话，他就感觉不出他这种震撼的那种影响的那种巨力啊。还有一个东西是，每个这个我感觉每个这种歌手或者让这个摇滚的人都有一种跟人社会的关系，是他有一种去讲他们的故事，所以无论他有个性或者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性格，他还是跟所有人拉上关系，用唱歌给他们听啊，跟他们有精神上的互动，我觉得很重要。的确，你这样听来的话，其实怀抱着这样子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摇滚乐的这种精神状态，其实能更好的寻找到这样一个内核存在。然后是运动员，运动员怎么讲？你既然是练功的，当然是运动员啊，是吧？你这个精神啊、眼神啊、身体的肢体语言都不对的话，你根本上看起来就不会武功。所以你必须要有这种运动员那种状态，加上摇滚乐手的个性，我觉得就是我们武侠人物的一种选择。谢谢一个全新的解释哈，谢谢导演，谢谢。然后今天呢是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拿着手机，我相信你们今天见面会之后会把你们记录的片段发到网上，对吧？对。我们就请各位主创，我们再对更多还没有进到电影院的观众再来做一句推荐语吧，好不好？我们一句话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好，从导演开始。一句话是吧？我希望《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给大家很强的浪漫跟自信，让大家留下一个很深刻的记忆。记住，《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都在我们心中。好的，谢谢肖战。那今天是大年初一，那就先祝大家新年好！大年初一看射雕，福气满满，兜里彪！谢谢大家。谢谢肖战。谢谢。好，来打开。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看完《射雕英雄传》之后，都可以成为自己世界中的侠之大者。谢谢。好，谢谢达飞。安心。
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共赴《射雕江湖》。谢谢。好，谢谢大家。我们都是江湖中人哈，我们也希望呢，最后跟我们第一批观影的观众留一张大合影，好不好？好。来，有请徐。